大家好，这里是你最喜欢的中文博主 Lilian，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我个人对于一些方面的亲密关系的思考吧。我觉得是因为前几天在跟我的大侄女聊天的时候，我大侄女已经15岁了，就是迈入了青春期嘛。然后他会遇见我们学校的小问题的时候，他都会跟我聊天谈心这些。那我也会做到一个朋友的义务，我没有把我自己放在一个长辈的位置，我一直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平辈、一个同等级的朋友去跟我的侄女沟通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很大的原因，为什么他会愿意跟我沟通交流更加的多，因为他的爸妈老是觉得说，只有我才能说服得动我的侄女啊什么的。我觉得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把我自己放在了跟他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面去，我没有以我是长辈啊或者什么样子的身份去跟他去教训他，或者去给他说教啊什么的。我不会，我就是把我当做他的朋友去跟他聊天，跟他谈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你们对于小朋友的一些相处的方式和处理的办法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的话，但是在中国，不是说我在中国的话，大多数的人在面对自己的后辈或者比自己小的，小朋友啊这些他的时候，他们都是，我觉得他们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摆出长辈的一个身份出来，就是去可能就跟你说话那些方式啊，或者对待你的那些方式，就是那种长辈的感觉，会让你如果作为一个小辈的话，你会很拘谨，很不自在。我觉得这是一个，为什么小朋友们不愿意去跟你谈心、跟你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吧？还有呢，那天我的侄女就跟我聊到了她的学校的一个同学，就一个女生，就是对她很依赖啊，然后我的侄女只是把她当朋友啊，但是那个女生好像对她的依赖有点太超过了，有点太过了，好像都把她当成男朋友那样子去对待了。怎么说呢？这个真的是中国教育下的一个非常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一来我们就大人们一直在强调不可以早恋，小朋友不可以谈恋爱，这个是明文禁止的一个规则吧。就是对，这会导致在学校里面啊，如果你跟异性的同学去说多一句，就聊多两句啊，那样子都会被人调侃，会被人传谣言、风言风语的说你跟那个男同学怎么样啊，你跟那个女同学怎么样，所以会导致在学校里面，异性的同学之间会很难产生正常的交流，我觉得对。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对劲的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毕竟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小时候我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特别是初中这个阶段会比较什么，上了高中之后，我觉得大家的想法会更成熟一点，可能就会好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不知道咋说。就是反正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吧，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就面对异性的话这种情况，然后就是在这种比较跟异性相处比较敏感的这个时期，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呢，我觉得男生那边我不知道啊，但是女生这边呢，会多多少少产生一种把自己的同性的好朋友当做异性去对待那种感觉，会把自己过多的一些情感会投射在自己非常好的一个同性朋友身上。而且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学校里面会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的话就是，有些成年人，他不会处理一些亲密关系的情况下，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对待伴侣的方式和对待伴侣的一些期待去投射在了自己的好朋友身上。
所以我会在小红书上刷到很多帖子说，什么自己的好闺蜜呀、或者自己的女性好友啊、女性朋友，甚至是不是好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对自己太亲密啦，或者把自己当成她男朋友那样子看待，就很多这样子的帖子在小红书上面被我刷到。我觉得，对，不知道怎么去说吧，反正就是，但是呢，我的大侄女给我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不惊讶，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就是会对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女性朋友、女性同学、女性好朋友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占有欲啊、嫉妒心啊，这些都会产生的。但是我觉得这些是会发生在伴侣的身上的这种情况，都会转嫁到你最好的朋友的身上。我不是心理医生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反正我觉得这种情况就太多了。然后我又刚好在这件事发生的前几天，我刷到了一个帖子说，其实在中国很多成年人对早恋的这个危害，并没有真正的说出来，也没有对小朋友真正的说出来为什么早恋对他们是有危害的，是不好的，就是一味的说你不可以早恋哦，你不可以过早谈恋爱哦，这样子就是明令的禁止，去压制你，又不给你说原因哦，他们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不对？然后我看了那篇帖子，就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我觉得他们说的是非常对的。为什么呢？他们说亲密关系本来就是一种你去处理你自己原生家庭带来的创伤，你对亲密关系的一种各种处理方式，你怎么去爱人，你怎么去对待你最亲密的伴侣，你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争吵，你们之间的所有的问题，还有怎么去表达你的爱意等等等等的所有的这些一系列的行为，是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其实都很难的去真正的去做到一个100%完美的恋人，或者你也很难去100%能够很好的处理好刚才我所说的那一系列的这些事情。那你怎么能够去要求、去奢望一个未成年人能够做得到处理好一段亲密关系呢？因为如果我不是说大家有没有谈过恋爱什么的，就是我想说，对待友情也是一种亲密关系嘛。就我想说，你到目前为止，你一定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进入过一段亲密关系的情况，对不对？那你一定会深刻了解到处理维护一段亲密关系究竟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多煞费自己苦心，自己要成长到什么地步才能去处理好一段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真的是很了解这件事情的。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未成年人，一个小朋友，你很懵懂很莽撞了就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你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吗？我不是说不能、不可以、不允许，我只是说你有时候小朋友们更多时候只是多巴胺上头，只是说甚至我侄女说的，甚至只是跟风，人云亦云，就是跟风，就是说人家要这样子做，那我也要这样子做，不然我就是跟不上潮流，或者我不合群，这样子。就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说我真的喜欢这个人，我想跟他建立一段亲密关系，而是说我要跟风，我要合群，或者说我要多巴胺上头，我想要怎么样，就很随意的进入一段亲密关系。各位的大人，我想说，你们其实也知道，你们在亲密关系里面，肯定是会多多少少带着你一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创伤和你一些潜意识带来的一些负面的想法去处理一段亲密关系的。在你没有真正的完完全全的去了解自己的短处和长处的情况下，你肯定是会把自己的缺点给暴露在你的伴侣身上的，你是很难的去把握好那个度的，对不对？那对方就会有伤害你的机会，那这段关系一旦
结束的话，会带给你更大的一种创伤，对不对？那这个创伤，你作为成年人，你尚且很难去疗愈自己，很难的去走出来，很难的去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很难的去处理，对不对？我觉得大家肯定也是很有共鸣的。那我觉得你还没有成年，还那么小的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做到很成熟的去处理一段关系呢？做不到吧？那我想请问，就除开中国的这个环境啊，那西方国家的或者外国的各位，我觉得大家也是会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尝试了一段亲密关系。那你们觉得你们在小时候有很成熟的处理好这段关系吗？还是说你被分手啊，或者分手了之后会更加的痛苦，会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反而会影响到你以后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界定和对待伴侣的一些方式，也会受到过去的一些影响呢？我觉得会吧，是吧？就是在你小时候三观甚至都还没形成的时候，你就被迫去处理一段非常复杂的感情的时候，你这段感情我觉得会甚至会影响到你以后对待感情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你觉得呢？我觉得太不划算了，太不划算了。就是我真的觉得亲密关系是需要你有一个很成熟、很稳定、很强大的一个人格之后，你才能去真正的去进入、去享受，不然你可能只是一开始多巴胺上头，之后就是无穷无尽的不停的循环你过去的一种旧的模式，你永远也打破不了这个循环，除非你改变了自己，或者你自己进化了，你变成熟了，你处理感情的方式不一样了，我只能这么说，对吧？我觉得网络上真的是太少有这种说到点子上的帖子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真的这么去深刻的想到，为什么不能早恋？哦，原来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子哦，不是说什么安全意识之类的，都说不到点子上，不是说不是不对啊，就是说不到点子上。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刚才那样说的，你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一段亲密关系，那只会让你自己本来就很糟糕的一个处理关系的模式更加火上浇油，变得更加糟糕。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法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衷心的觉得说，你要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你就是要有一个很成熟的去应对、去对待伴侣的一个模式。因为我尝过苦头了，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也会有尝过苦头的时候，对不对？当然了，你必须得尝过苦头了，你才能清楚说，哦，我这里需要改正，我那里要改正，我才会在下一段关系里面更好的去爱别人，更好的去爱我爱的那个人，对不对？其实我很感谢那些过去受过的苦头，就受过了苦头，我才会知道现在怎么去爱别人，对不对？那当然是在我成年了，我成熟了，我知道怎么去汲取经验了，对不对？不是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去随便的进入关系，然后一点教训都没有学到，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汲取点教训，去学习一下，对不对？去学习一下怎么去爱人，这是每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个课程。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学会爱自己。那我觉得学会爱自己之外呢，学会爱别人也是很重要的一门课程。要怎么去爱别人，怎么去爱你的伴侣，怎么去爱你的朋友，怎么去爱你的家人，也是一门很深奥、值得你一辈子去学习的课程，是不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的一些行为模式就是根据你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影响的。比如你去对待伴侣的方式，其实就是你小时候你父母之间相处的一个模式，是不是？那有些人天选之子啊，他们的关系非常和睦，家里也非常好，
那他当然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怎么去正确的爱一个人，对不对？那这种天选之子，那肯定就是只是占很少很少的比例啊，1%是不是？甚至0. 点几，对不对？那剩下的人呢，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是会因为家庭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那从小就学会了这种相处模式，比如，爸爸更强势一点，或者妈妈更强势一点，或者爸妈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又是怎么样的？那就是很完完全全、很忠实的、很真实的，就还原到你怎么去对待你伴侣的这个模式上面去。而且我跟你们说，只有是对待伴侣，你才会真真正正的把你这种脆弱给暴露出来。你去对待朋友不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人他对待朋友的时候，他就是个很正常人，就是个绝世好男人、绝世好女人、绝世好哥们儿、绝世好姐妹。但是，一旦在亲密关系里面，他的过去、他的脆弱、他的内心、他真实的自己一旦暴露出来了，那是完全两个人。你会发现，平时很热情的一个哥们，他在感情上面居然是个超绝回避型，会冷暴力对方。你会发现原来在别人面前很平静、很从容、很强大的一个人，在对待伴侣的时候是一个很焦虑型的人，他需要伴侣时时刻刻的注意。就是在对待伴侣的时候，你真正的自己，你真正的受到的过去一直影响你的这种对待伴侣、对待亲密关系这种模式才会暴露出来。这个就是你需要去学习、成长、修正、改进的一个地方。我吃了很多苦头，但是我也学习到了很多。我可以很自信、很肯定的说到，我可以毕业了。我知道我怎么去爱人，我怎么去爱我的伴侣。我也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都是学成了、毕业了，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知道怎么去真正的去爱一个人，去对待自己的伴侣。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太严肃了，但是就是我还没说完其实，但是我觉得有点太啰嗦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一类的话题，因为全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了。但我其实真的我觉得很中肯，你们觉得呢？我说的很中肯啊，是不是？就很客观啊，我也没有很大的主观意见啊，是吧？不知道，反正好吧，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今天就是说到我个人关于对于早恋的一些看法，还有对于怎么处理亲密关系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但是今天这一期就这样子吧。谢谢各位的收看，非常非常感谢你们一直在看我的视频，爱你们，谢谢。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